我是姚历史 Rock and History。你知道基隆的和平岛吗？或许你听过它，甚至无数次去过那里看海、吹风，但是你可能从来没想过，就在和平岛台船船厂那巨大的钢铁吊车下方，在厚重的混凝土地基深处，竟然埋藏着一座17世纪全东亚防御力最强的石造要塞。就在现代万吨巨轮被点火、焊接、锻造的工业心脏地带，封印着一个被台湾历史刻意掩盖了400年的军事秘密——圣萨尔瓦多城。这绝对不是什么虚构的传说。1626年，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帝国为了掌控通往日本与中国的黄金航道，选中了和平岛这块扼住北台湾咽喉的战略重地。他们不仅仅是登陆，更是要将这座岛变成一座永不沈没的陆上战舰。西班牙首任长官法尔德斯下令，动用了难以想象的人力，在岛上开采坚硬的石灰岩。他们花了整整10年的血汗，才在海岸边筑起这座周长400公尺、拥有4座巨大圆形冷堡的防御怪兽。在那个火药与帆船的时代，圣萨尔瓦多城就是西班牙帝国在远东最硬核的筹码。它那下宽上窄的厚重城墙，足以抵挡当时最猛烈的舰炮轰击。4座圆形冷堡的交叉火网，更让任何试图靠近的敌船无所遁形。这座石造巨构曾经象征住欧洲强权试图改写东亚命运的野心。然而，历史最讽刺的地方就在，最强大的堡垒也敌不过时代的变迁与毁灭性的战役。经过了西班牙人的扩建、荷兰人的炮击，以及最终撤退时那震撼地壳的大爆炸，这座曾经辉煌的东亚第一堡垒，最终化作了瓦砾与尘土。随着基隆造船工业的兴起，现代化的钢铁厂房一栋栋盖起，厚厚的水泥地壳彻底覆盖了过去的硝烟。现在，圣萨尔瓦多城静静地深埋在基隆和平岛的地底。当你站在岸边看住现代巨舰下水时，请记得，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叠加着400年前那个大航海时代最狂妄的梦想与野心。400年前，在北台湾的海岸线上，有一群人不种田、不织布，却靠着一身胆识与精密的贸易网，成为真正的海上霸主。他们是和平岛与基隆沿岸的原主人巴塞族。在历史研究者的笔下，他们被称为北台湾的犹太人。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绰号，而是对这群海洋民族商业天赋的最高致敬。当同时代的其他部落还在依赖采集与狩猎时，巴塞人已经在经营一场跨越山海的特许生意。从金山的闪耀黄金、大武仑的珍贵硫磺，到贡寮深山的鹿皮，全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对巴塞族来说，波涛汹涌的大海从来不是阻碍，而是他们通往财富的提款机。他们拥有当时最精良的造船技术。巴塞族的独木舟体积巨大，能够承载大量的货物，在基隆、淡水与宜兰平原之间往返。他们就像是海上的物流巨头，将宜兰噶玛兰人的稻米运往北方，换取汉人或日本人手中的铁器与布匹，再转手卖给山区的部落赚取差价。这种中盘商的套利模式，让巴塞族在没有武装扩张的情况下，仅凭着贸易合约与信任网络，就垄断了北台湾的经济命脉。他们的语言曾是当时北台湾各部落、汉人甚至外国商人通行的商业语言。甚至到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台北地名，像是八里或是万华的古称猛峡，在语言研究中都被认为与这群消失的巴塞商人息息相关。在西班牙人的大炮抵达基隆之前，这片海并不是地图上的荒野，而是巴塞部落最繁忙的商道。他们在和平岛上建立村落，看住商船进进出出，享受着海洋带来的无尽财富。那是一个靠智慧、技术与交换来生存的时代。虽然历史的尘埃淹没了他们的脚步，但这群海上商人的灵魂早已刻进了基隆港的每一道海浪里。1626年5月，当西班牙的舰队绕过三貂角，进入基隆港那一刻起，北台湾原本的海洋秩序瞬间崩解。当时居住在和平岛上的巴塞族人，并不知道这群带着火枪与十字架的陌生人将如何彻底粉碎他们的海上贸易帝国。原本，巴塞族是这片海域最强的中盘商，他们不是农耕，却靠着垄断黄金、硫磺与鹿皮的转手权，在海上呼风唤雨。对这群海洋民族来说，大海不是屏障，而是通往财富的自由航道。但对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帝国来说，这群擅长做生意的原住民不是盟友，而是必须驯服的障碍。冲突从圣萨尔瓦多城破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西班牙人强行登陆，在巴塞人的土地上筑起石造要塞。原本手握财富、自由穿梭在淡水与宜兰之间的贸易商，在一夜之间被殖民强权变成了采石场里的廉价苦力。他们被迫在烈日下开采沉重的石灰岩块，搬运巨大的木材，只为了亲手筑起那座监视自己部落的军事怪兽。当巴塞族人试图反抗，迎接他们的是西班牙火枪兵的无情镇压。为了获取粮食与劳动力，西班牙军队多次武力入侵部落。不配合采石的人不仅会被没收赖以生存的独木舟，甚至会面临焚烧村落的惨烈代价。这是一场关于生存主权的对决，一边是拥有全球野心的欧洲强权，一边是守护家园的海洋商旅。这是历史的残酷，也是台湾接轨大航海时代的开端。更精彩的故事在后面，别忘了订阅姚历史，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在17世纪的基隆海面上，一场横跨半个地球的血海深仇即将迎来最终的清算。要理解这场发生在和平岛的关键战争，必须先看清荷兰与西班牙之间那种纠缠不清的敌对关系。在欧洲，
荷兰为了脱离西班牙帝国的统治，正进行着长达80年的独立战争。而在亚洲的海域上，他们则是争夺贸易霸权，见面就开火的死对头。当荷兰人在台南建立了热兰遮城，控制了利润惊人的中日贸易航线时，北台湾基隆的圣萨尔瓦多城就成了他们眼中最致命的威胁。双方维持了长达16年的武装冷战，他们都在观察对方的防御缺口，都在拉拢部落盟友，更在等待一个能将对方彻底拔除的战略视窗。1642年8月，这个视窗打开了。当时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区因为深陷菲律宾当地的战火，抽调了基隆大半的精锐兵力回援，留在圣萨尔瓦多城里的只剩下100多名疲惫的残兵与修筑到一半的城墙。荷兰东印度公司精准捕捉到了这个情报，他们集结了5艘巨型战舰与数百名精锐，发动了震惊东亚的基隆之战。这不是一场简单的遭遇战，而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围城演习。荷兰军队强行登陆和平岛后方的高地，也就是现在和平岛公园后方的山头。他们推着沈重的火炮，在崎岖的岩石间架设阵地。从地理位置上看，这是一场高处对低处的压制。荷兰人的重炮居高临下，曾经坚不可摧的圣萨尔瓦多城，此刻在炮口下就像是一个毫无防备的靶子。震耳欲聋的炮击持续了整整6天，每一发击中石灰岩城墙的炮弹，都在撕裂西班牙在台湾统治的最后尊严。尽管西班牙守军在断垣残壁中疯狂回击，硝烟甚至遮蔽了基隆的海风，但实力的悬殊让这场赛局早已注定结局。1642年8月26日，当荷兰人的炮口瞄准了城内唯一的生命线淡水井时，圣萨尔瓦多城升起了白旗。这场基隆之战不只是2支欧洲军队的胜负，它彻底重组了东亚的权力版图。西班牙人黯然退出台湾，而荷兰人则接手了这座残破的堡垒，开始了他们在北台湾长达20年的铁腕统治。原本以为已经化作尘土的历史，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脚下。这几年，基隆和平岛发生了一场震撼史料界的时空挖掘。就在平一路台船厂房旁的停车场，考古学家推开了厚重的水泥地壳，让消失了400年的圣萨尔瓦多城重新回到了世人的视线。考古团队在挖掘现场陆续发现了圣萨尔瓦多城的石造地基，那些由石灰岩砌成的厚重墙体，精准对应了17世纪西班牙地图上的位置。但最让人屏息的不是冰冷的石墙，而是隐藏在泥土里的人。在挖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多具遗骸，这些遗骸有的双手交叠于胸前，呈现标准的天主教葬礼姿势，有的则显示出与当地原住民甚至欧洲人特征相符的记忆。这证实了400年前，这里不仅是一座堡垒，更是一个不同文明激荡、融合，最终归于沈没的缩影。为了重构这段消失的岁月，研究者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包括西班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甚至是神父留下的书信。那些泛黄的纸张里记录了当时的冲突、疫病以及在异乡求生的挣扎。现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从精致的欧洲陶片到原住民的日常工具，都成了拼凑台湾大航海时代地图的最后一块碎片。这场考古计划不只是挖掘过去，更是为了回答我们是谁，这片土地经历了什么。当你现在走在和平岛，看出那些被标记出的考古坑位，请试着想象，在我们站立的几公尺下方，曾经有无数的灵魂在这里祈祷、战斗与生活。最强大的堡垒会被时间粉碎，但埋藏在泥土里的真相，永远在等待被唤醒的那一天。强权虽然远去，但这些地底下的沉默证言，才是历史最响亮的声音。萨尔瓦多城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成为了这座海的记忆。感谢观看，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很吸引人，别忘了点赞、订阅并点击铃铛，以获取更多故事。我是姚历史，我们下次见。